丧尸世界，女人不幸被感染，丈夫为了缓解她的饥饿感，竟不惜用自己的血液喂养。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丹麦小众丧尸片《动物园》，又名《死了都要爱》。约翰和凯伦曾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前些日子女儿忽然离世，身为妈妈的凯伦经受不住打击，整个人对婚姻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终两人只能选择结束这段婚姻。就在两人洗漱一番，准备出门领证的档口，忽然外面传来巨大的轰鸣声，约翰吓得就是一哆嗦，回头一看，自家的天花板已经破了个大洞。约翰意识到外面发生了大事，赶紧出门查看，结果却看到一架巨大客机一头栽到了隔壁大厦的顶端，剧烈的燃烧和爆炸瞬间融化了钢筋和水泥。周围的邻居说，城市里很多人都患上怪病，见人就咬。约翰赶紧回家告诉凯伦，外面出现了很多丧尸。凯伦开始还不相信，直到他从家里的落地窗看见了大街上有一头丧尸正趴在一个人身体上吃自助餐，那鲜血淋漓的刺激场面一看就不是在拍电影。打开电视后，电视台也开始播放紧急新闻，政府要求所有居民留在家中，储备食物和水，等待政府救援。凯伦两口子非常听话，立马起身清点家里的物资，数了数，家里只剩一些罐头和酱料，支撑不了几天。于是两人决定轮流到大楼里寻找补给。行动很顺利，两人不仅找来食物，还在无人的邻居家里顺来一台60寸超轻大电视，这零元购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可惜末日之下，电视很快成了鸡肋。在最后一天的新闻结束前，主持人提醒居民，如果家中有幸存者，务必在窗户上画一个叉，好让救援人员找到你。接下来的日子里，约翰和凯伦再也没有离开过公寓。时间一长，凯伦又陷入了思念女儿的低沉情绪中。约翰为了让她振作，干脆带着她学起了刘畊宏，每天吃完饭就疯狂健身。当然，性格谨慎的约翰还偷偷考察了周围的地形，并且提出了 B 计划，那就是去附近的圣保罗大教堂避难。按照那里的地形，此时一定汇聚了不少幸存者，但凯伦不愿冒险，坚持留在公寓。为了应对可能存在的丧尸撞门，两人还把家里能防身的武器全部找了出来。等待救援的日子，时间仿佛静止了。直到这天，寂静许久的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两夫妻喜出望外，还以为是政府救援队登门，二话不说就打开了大门。结果门口站着的竟是丧尸，好在两人反应迅速，砰一声关上了大门，总算是有惊无险保住了性命。为了避免丧尸再次逼近，两人将摔碎的花瓶碎片放在门口，做了个简陋的预警系统。没想到的是，平静的生活没过几天，门外便再次传来动静。吃一堑长一智，这才两人将榔头和刀子背在身后，缓缓地打开了一道门缝。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白胡子老头以及他的妻子金发妹。大胡子为了获得两口子的信任，赶紧介绍起了自己的身份。他说自己和妻子就在对面大楼的洗衣房工作，坠机事件发生后，他们被困在了那里，好不容易回到了公寓，丧尸危机又在大楼里爆发了。现在他们是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走投无路了，这才找上门求助。在大胡子的哀求下，夫妻俩动了恻隐之心，同意收留二人。大胡子也不客气，刚进门就要吃的。凯伦不好意思当面拒绝，只能私下向约翰吐苦水。食物本来就不够，现在还多了2张嘴。凯伦看起来有些神经质，金发妹倒不觉得奇怪，她知道凯伦曾经生下来一个死胎，并且丧失了生育能力，或许是打击太大才让她变成这样。约翰和凯伦商量过后，决定委婉地下达逐客令，不料大胡子早就看破了他们的想法。首先对两人提出，如果你想让我们离开，请直接说。此话一出，夫妻俩反而不好意思开口。为了让金发妹和大胡子自行离开，约翰和凯伦干脆开始花样整活。这天早上，内急的凯伦小跑着来到厕所门口，结果却发现厕所里已经有人了。金发妹明知道凯伦就在门口，却仍然慢吞吞的，甚至抽空拿起一瓶香水品鉴了一下味道，这才不情不愿地走了出来。这次内急事件更加坚定了凯伦赶走两人的心思。吃饭时便开始阴阳怪气的说自己家3代都是劳模，家里从来不养闲人。早餐过后，他更是冷下了脸，颐指气使的要求金发妹打扫卫生洗碗，大胡子则负责家里的卫生和保洁。凯伦天真的以为这样做，大胡子两人就会因为受不了自行离开，
然而事情却没有按照他想象的方向发展。金发妹和大胡子虽然吃了一肚子气，他却没有离开的意思，反而萌生了一个大胆想法。一山不容二虎，他要拉上大胡子夺取主权，直接霸占凯伦的家。晚上，两人干完家务活来到客厅，见凯伦和约翰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大胡子看了看桌上的刀子，询问金发妹是不是现在就动手。岂料话音刚落，凯伦醒了，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担心被凯伦怀疑，金发妹连忙转移话题，拿起桌子上一本制作饼干的杂志，表示大胡子擅长做小熊饼干，正准备问问凯伦要不要尝尝。很显然，这样蹩脚的理由并不能打消凯伦的疑虑。既然对方已经有干掉自己、鸠占鹊巢的想法，那就不能坐以待毙。当晚，凯伦为大胡子夫妇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燕麦饼干，由于里面加了过量的安非他命，吃着吃着，大胡子整个人就不正常的抽搐起来。一旁的金发妹也变得呼吸急促，很快两人就在痛苦中领了盒饭。连小动物都没杀过的凯伦显然有些懵。冷静过后，尸体怎么处理成了新问题。就在两人绞尽脑汁想办法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大胡子缓缓站了起来，看样子已经完成了尸变。凯伦眼疾手快，朝心脏位置连开2枪，彻底送走了大胡子夫妇。很显然，这个世界的丧尸也比较特殊，不爆头打心脏也能干掉。既然事情都办完了，两人的心态也逐渐稳定下来。为了防止血腥味引来丧尸，他们合力将尸体拖了出去，找了个没人的房间丢了进去。当晚，在助眠药物的作用下，凯伦和约翰睡得很沉，浑然不知救援飞机已经找了过来。作为信号，生存者们只需开灯就能得到救援。可惜刚才的杀人事件却让他们错过了这次机会，而受了刺激的凯伦也一夜之间变了一个人。第二天早上，他久违地穿上美丽的连衣裙子，主动找到约翰，表示自己要重新生活，要把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来珍惜，离婚什么的再也不会提了。至于没办法生育的问题，他们也想到了办法解决，不如等到丧尸危机过后就去领养一个孩子，把来不及给女儿的爱全倾注到这个孩子身上。当天晚上，两人开心地洗了个鸳鸯浴，又拉上了小灯，搞了一场浪漫无比的约会。就在气氛越来越暧昧，即将进入干柴烈火阶段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对方声称是救援人员，要带他们离开。凯伦还以为自己的祈祷得到了上帝的回应，开心地冲到了门口，就给来人开了门。谨慎的约翰赶紧追上来阻止，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咔嚓一声，大门打开，一个2米多高的壮汉就冲了进来，一巴掌就给凯伦扇飞出去。猝不及防的夫妻俩轻而易举被对方制服。很显然，上帝也没有站在他们的一边，两人等来的不是救援，而是劫匪。对方一共有3个人，个个身强体壮，绝非善类。从他们口中得知，其他幸存者已经在昨晚被救援队接走，整栋公寓大楼只有他们家的灯还亮着。劫匪老大恐吓约翰，让他赶紧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出来。至于凯伦，劫匪老大将他带到卧室，准备花3分钟时间简单的劫个色。之前打算用来对付丧尸的装备，眼下终于派上了用场。趁劫匪老大不注意，凯伦抓起一把面粉撒到他脸上，紧接着一招撩阴腿，让老大陷入了淡淡的忧伤。最后他又熟练地拿起抽屉里的剪刀，狠狠扎穿了对方的脖子。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劫匪老大做梦也没想到，半点便宜没捞到，反而死在一个女人的手上。2个小弟听到动静，先后进入房间。然而没等他们找凯伦算账，约翰已经先一步提枪杀到。伴随2声枪响，劫匪团伙全军覆没。死里逃生的2个人仍心有余悸。就在这时，外面传来直升机的声音，两人拼命敲打窗户，试图引起救援队的注意。遗憾的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劫匪的出现说明躲在房间里并不是万全之策，更何况食物已经所剩无几。于是两人鼓起勇气打开房门。由于整栋大楼已经沦陷，门口聚集着很多丧尸，约翰拼命砍杀也杀不完，最后只能放弃。约翰安慰凯伦，今晚好好休息，保持体力，等天亮以后再做打算。第二天清晨，两人戴上头盔，决定杀出一条血路。但事实远比想象中的还要艰难，走廊里不断回荡着枪声。没过多久，两人又被尸群逼回到了房间里。凯伦很绝望，刚才他的腿不小心被丧尸咬伤。尽管凯伦极力保持着理智，但身体依旧发生了变化。
早上，他被噩梦惊醒，梦里他变成了丧尸，疯狂撕咬着约翰。异常的饥饿感让凯伦意识到，噩梦随时都可能变成现实。担心会伤害约翰，凯伦独自朝门口走去，但最后还是被约翰拦了下来。面对随时可能会尸变的妻子，他没有害怕。为了缓解凯伦的饥饿感，自制一杯番茄汁，效果立竿见影。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凯伦祈求约翰放弃自己，却遭到严厉拒绝。凯伦能闻到伤口散发的气味，于是催促约翰赶紧去包扎。为了转移凯伦的注意力，约翰向他描绘着未来的生活。救援队不仅发现他们，还带来了丧尸病毒的疫苗。等到丧尸危机结束，他们不仅有了孩子，还住上了更大的房子。幻想有多美好，现实就有多残酷。一想到很可能等不到这天，两人不禁红了眼眶。为了感谢丈夫的付出，凯伦在地上铺满了蜡烛，烛光映衬下的气氛刚刚好，一切仿佛回到了刚结婚的时候。激情一夜过后，约翰醒来，发现凯伦不在身边。之后，他在卫生间发现一封遗书，是凯伦失去理智前写下来的。I'm so happy that I met you, and that you chose me. 根据遗书上的指示，约翰来到还没装修完的育儿房，变异的凯伦蹲在角落里，腰上拴着一根铁链，胸口还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如果爱我，就请杀了我。看着尸变的凯伦，约翰心如刀绞。为了完成妻子的遗愿，约翰犹豫过后，艰难地将枪口对准凯伦。不知过了多久，全副武装的救援人员开始排查大楼的每一个房间。来到约翰家时，房间里隐约传来丧尸的嘶吼声。循声找过去，眼前一幕让救援人员无比震惊。只见两只丧尸绑在一起。原来约翰直到最后都没开枪。为了永远和凯伦在一起，他毅然决然加入了丧尸的行列。故事最后，救援人员清理了现场，伴随急促的枪声，影片落下帷幕。作为一部小成本的丹麦丧尸片，故事大部分时间都聚焦于爱情这个主题，丧尸出现的镜头更是屈指可数。乍看电影名《动物园》，还以为是血腥屠戮的丧尸大狂欢，直到看到日版的名字在丧尸中呼唤爱，才恍然大悟，其实是一部披着丧尸外壳的爱情片。说起这类电影，印象最深的还是《温暖的尸体》。相比而言，这部电影的故事过于平淡，纯靠走心，总感觉差点意思。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